100米天坑底部存在瑶池仙境，你敢信吗？洞口的石墙堡垒难道是仙女居所？原来之前应该得挖过药。 才挖个药，里面有名贵的药材啊！老人口中的珍奇药材是否真的存在？羊脂白玉般的人形怪石是否价值连城？这里是中国贵州望天洞，一处当地人口中的生命禁地。今日随我利用绳索技术，石派天坑内部密道，看看暗河最终通向何处。拍摄不易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一次呢是选的自然锚点啊，我现在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下面。 这下面很高啊，不要惊慌，继续下降。喂，喂，喂，喂喂喂！什么？是什么嘛？ 哇，在这里发现了天南星，大家看，这个又叫乌头啊，是剧毒的一种植物。下降了70来米，一路下来了，遇到了有很多这种天南星啊。现在我挂到保护站上面，我们看下面，还挺高啊，差不多还有40、50米才能到底了。袍哥，袍哥！ 哇，这是神尾，这是我们的天坑底部。什么叫精确？刚好到底啊！现在这就是这个天坑底部的样子。这下面是杂草丛生啊，荆棘密布，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。看这个天坑底部。 究竟能发现什么神奇的东西？这里有一个类似无花果的东西，看到没？很软哈，是这种样子的。啊，就是无花果，这个是野生的无花果，还挺香。但是在野外，这种食物一定不要随便食用。我们继续出发。这就是野生的无花果。天哪，看到没？ 哇，这一整束都是，这个还没成熟啊，也不建议大家看到就吃这个，这个说不定有毒。好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可以看到那个岩壁下面呢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是发现了有一个城墙，好像还有一个石头的垛子。名贵的药材我没发现，但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野生的木耳。 在这个枯树上面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东西。这好像是一株金蛋子，这个应该是当地的人呐，在这个岩壁上面用绳索挖这根金蛋子，最后由于某种技术上的错误，导致这根金蛋子是跌落下来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说，一定不要采挖这个野生的盆景啊，这个挖了又种不活，太可惜了。这么漂亮的金蛋子。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树枝这样晃动一下，避免这个杂草中啊出现大蟒蛇。在我的正前方呢，就是一个洞口，那边呢是户外3观哥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在我们面前呢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啊。从这里看下去，能够隐约看到那个洞口的城墙。然后在这边，我发现了我目前见过最大的。 乌头，这个看起来很像魔芋啊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挖回家吃，这个是有剧毒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前进，因为在坑底并没有发现名贵的药材。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，从这里望上去，能够望到天空。 应该望天洞就是说的这里哈，哇，那个前面漆黑一片，不知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。继续出发，这边呢出现了一个大火堆，
但是从这个剩下的木料腐败的痕迹来看呢，这个应该是遗落了很多年。然后在我的正前方出现了巨大的石墙。哇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个一些小屋子啊，好干净的一些小屋子。对啊，好干净啊！这个在里面有碎石块做起来的城堡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木种？这边应该有洞，感觉有洞，因为从这里有个走道进去。看起来是有点像一个木。对啊，是一个小平房。这个小屋子感觉太精致了。这里有个洞口，你看上面有洞吗？哇，上面有个东西，有个松鼠。一只松鼠。现在三观哥已经进入了这个洞道。哇，摔了一跤。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取水池，这是非常纯净的山泉水啊。这个洞道并不高，人可以勉勉强强的站起来。这里是盲洞，主洞道在三观哥的前方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，看这里有一道石门，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土匪寨的核心部位啊？哇，这下面有一个大厅。这个大厅很宽阔，前面有流水声。哦，有流水声。对，应该连通了地下暗河。哇，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下面就是地下暗河。这个洞腔好大呀！有人吗？没人啊，我们从这里开线布绳，继续下降。这应该是一个放背篓的座子。哦，估计要从这里下。要从这里下。哟呵！哇！正在生长的蛋黄石，上面的石块啊，被水流给冲下来了，在这个暗河里面被冲得七零八落的。哇，瑶池仙境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咱们继续深入。这个洞道在这里变得平缓了，而且上面呢是一个峡谷，非常的好走啊。这里面一个人为的脚印都没有，整个是非常原始的状态。这个暗河在这里呢，就出现了向下的叠水。我特别喜欢把这个电筒放到暗河里面，因为这种景象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泥土被水勾勒出了时间的印记。咱们继续前进。从这里下去有一个小断崖。风呢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啊，可以看到这下面依然是这样的云盆，而且这个洞壁上面呢有非常漂亮的钟乳石。咱们继续前进吧。看这根钟乳石，洁白如玉。像这个地下暗河洞道了，能出现名贵药材的几率并不大。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探索的脚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像一滴蓝色的眼泪。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层层叠叠的云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。大家看，好漂亮啊！这个。
这个下面呢，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了，然后在这个旁边出现了这样一幕，哇，像不像玉雕师傅在这里精雕细琢？哇，做出来的手把劲儿。下面呢就是地下暗河，但是在那个方向啊，一个非常漂亮的钟乳石，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不说它是钟乳石，你们一定以为它是冰条。看到没？好透啊，真的是洁白如玉啊！但是这个下面有断痕，这个应该是涨大水的时候啊，这个石头冲下来，把这里给撞断了，感觉还挺可惜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地下暗河呢，就在这个下面，咱们可以随着地下暗河继续前进，因为这个前面呢已经没有动到了。走，我们进入地下暗河。又看到了这个亮晶晶的一幕，哇！来看，这一直上去都是，好漂亮。现在我们从这边过来，这里依然是漂亮的云盆，然后这个下方呢出现了一个小断崖，深度未知。这个左边呢，哇，看到没？有水这样下去了。看一下，这里下去非常的狭窄，可能人是下不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征服那个断崖，但是现在没有绳子了。哇，怎么办？没有绳子了。征服这个断崖。像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奇观，哦，很漂亮。我已经从这个断崖上面下来了，现在三方哥哥正在下。这个下面呢依然是一个深潭啊，有幽深的洞道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是两股暗河的汇集之处。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泉眼下来，这上面有一个天生石桥，前面依然是一个峡谷。走吧，继续深入。走过了这个长长的裂缝呢，这里水流变得非常平缓，而且这里全都是泥土封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整片都是。然后这个前面呢，暗河应该是出头了。没有动到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没动到了，没动到了吗？对呀，暗河到了那里呢，就已经完全结束了。哇！小北，帮我拍个镜头。这个里面并没有发现土匪的遗迹，也没有发现名贵的药草，所以说这应该是当地的人啊，没有经过这个洞遐想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夙愿。现在呢，咱们原路返回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哇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这个望天洞呢就彻底探明了。在下面并没有发现这个老人说的名贵的药材，现在还在爬绳子。我现在挂在了保护站上面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，这是安全操作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拜拜。迷宫般的土匪寨洞，你见过吗？洞口高筑城墙，贯穿整座大山。这吃3块是中了。这壁山都是空的啊？空的。当地老人直言，寨内有一密道，空间巨大，旧时土匪横行，如今内部是何模样？随我进入一探究竟。咱们在进行户外探索的时候，现在高温时期，一定不要携带火种啊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，也不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添麻烦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哇塞，哇，快看，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墙，看到没有？这时候咱们就赶到了这个洞口。据说这里面啊是宛若迷宫，当地的人都不敢进去，说这整座山都是空的，进去了之后怕迷路。
这个城墙呢，也不知道具体的建造年限，看起来建造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哈。它是用的这个石灰岩，勉勉强强的用钻子修凿了一下，建造了这个大城墙。我们现在呢就越过这个城墙，进到里面一看究竟。走，出发！这个城墙好规整啊，这个上面有这个地骨流。稍微新一点的。哦，这个里面的缝隙啊，是这个防腐啊，很厚。今天他不在家，咱们直接进入内部通道一探究竟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方形的石孔，曾经这里做的有越阶，这个寨子是有几层的哦。哇，那边有很大的冷风吹出来，现在我们准备好了电筒，继续深入吧。这里面有坍塌的城墙，应该当年这个城墙呢是一封到顶了啊。起码是封到了这个越阶的2层。我们再看这个洞口啊，是不是像一口大钟？我们姑且就称这个寨子为金钟寨，因为这个寨子没有名字。然后再看这里面呢，好像面积并不大。哇塞，这边有一个内室，这里还有生过火的痕迹，哇，特别干燥啊。这边呢，好像是有人为挖掘过的痕迹，这还有年代非常久远的这个木材堆，当年没有来得及生火啊，这个人就撤走了。这里面除了一些依山而建的那种石孔之外啊，没有发现别的遗迹。火妹跑到哪里去了？火妹你在哪里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洞道，是不是？好深，好深啊！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哦。哦，很窄。好，我们快，这里还有洞道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，洞道。我天，这里面真的非常的窄啊！大家看，我这个要侧着身子才能走，勉勉强强的才能走。哇塞，这里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，应该里面是有很宽的洞道的。继续前进，这里要爬着才能过了。哦，这个裂缝的上面应该是被水流溶湿出来的一个洞道，因为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沉积土啊。但是这种裂缝呢，非常的稳定啊，所以咱们走起来也非常的安全。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模仿。哇，现在我是冲到了最前面啊，你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哇塞！这个地上有水，而且有一些垫脚石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人啊，他是在踩着这个垫脚石进入洞道里面的。不知道当年这些土匪啊究竟是躲到了哪里？哇塞，这个就是非常的窄，不过刚好能够容一人，这样勉勉强强的通过。如果是个子瘦小的话，走在这里面还是非常容易的哈。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窒息的感觉？因为这里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话，走这里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折磨哈。但是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探洞经验，所以不要害怕，我们只需要记住来时的路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这两边的石壁都是非常的光滑，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流洗刷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呢，它是水啊，把石壁冲得很光滑，走起路来了，它就不会被挂住。这里呢，相对来说要好走一点，咱们快速前进。我基本上是填满了整个东墙的宽度，到了这里呢，就变得比较狭窄了。这个裂缝的高度很高啊，不知道上面是通到哪里，但是左右的宽度呢还是没有变化，而且跟刚才我们钻的那个洞道呢非常的相似，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准我们来时的方向，待会儿出去的话就会更容易。这里面一直都有人为的痕迹啊，就是这些垫脚石，所以我们断定里面应该有土匪的遗迹。今天的这个金钟寨探秘之旅啊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。果然和当地人说的一样，这山里面全部都是空的，但是空间并不大，它就是这种小裂缝一直深入的。哇，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哇，这里非常的狭窄了。而且这里一直都有人铺的这个垫脚石。
继续前进，不知道有多深。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是死洞道，看到没？死洞道这个裂缝，这里是死洞道了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狭窄的裂缝，人钻不过去了，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。我们原路返回，继续探索其他洞道。哇塞！哇！现在咱们测出来了，哇塞！你们钻了多远？哇！几个小时你都钻了多远？我的天哪！总算又见到外面的阳光了。天哪！太恐怖了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！全是一个样子啊！越钻越窄，越钻越窄啊！我怕迷路在里面啊！这3个人都从里面非常安全的出来了，在里面呢确实发现了有宛若迷宫的这个洞道。这个寨子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，但是在里面没有发现碑文记载，也就是说具体的建造年限呢我们是无从得知的。具体这个寨子有没有像当地人说的，说里面曾经有土匪啊在这里坑杀过万人呢，也不得而知啊，因为在里面没有发现骨骸那些，就是一条这个非常狭窄的裂缝，一直深入，而且是百转千回啊，宛若迷宫。好了，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。视频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了。这是一处100年来无人涉足的峡谷天坑。据当地采药人透露，天坑底部有一古堡，是清乾隆35年刘员外所建，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因被匪患，刘员外撤回天坑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如今内部情况成了未解之谜。那么古堡是否真的存在？随我利用专业绳索技术实拍刘家大坑探秘之旅。据说这个坑呢是200多年前啊，刘家员外啊在里面藏宝的一个坑。最后呢，人和那个宝物啊都没有出来，坑的深度呢是至今无人探明。今天呢，我们采用专业的 SRT 技术进洞一探究竟。好了，开狗。到了刘家大坑的坑口啊，我现在做好了保护，我作为先锋呢，在先开线。可以看到这个下面非常的高，悬崖绝壁，但是这个是密林啊，大家也许看不出来。下降了50多米，准备在这里做一个保护站。下面呢就是这个200多年来无人问津的刘家大坑，下去还有30多米。我现在在这里做了保护站，发现了这个大黄金，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老虎姜，好大一株啊！我的天哪，长得很肥啊！由于身在这个悬崖峭壁呢，到现在长得这么大都没有被人挖走啊，我们也不要伤害它。但是它刚好在我们布的下降线路上面，我们必须轻脚轻手的路过它。好了，继续下降。那边有一个洞穴，这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从这里看上去有一种阎王沟的感觉啊。这个刘家大坑感觉还挺吓人的。继续下降吧。上面呢是户外吓人啊，下面是寻途户外袍哥。哇，很顺滑的就下来了。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呢，有一个雾气升腾的狭缝，那个应该就是这个刘家大坑的主洞口。这个跟我们上次在武隆那边探的阎王沟极其相似，可以说地形地貌植被啊都是非常一模一样，不是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我感觉我们都穿越到重庆武隆那边那个阎王沟去了，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！因为这下面也是一个长的狭缝啊，但是这个规模呢就比阎王沟那个要小多了。从这里看上去呢，四周都是绝壁啊，也是有当地采药人呢在这里啊进行了多次探索，都没有探索到这个天坑的底部。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个刘家大坑进行一个彻底的探险记录实拍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开搞。据说这个刘员外啊带着他的家眷40多口人啊进入了这个坑洞，就再也没有出去。他那里应该是阁楼一直到洞口上去的啊，有一个廊桥这样过来的。对。哦，这里要盯攀几步。现在我作为先锋呢，已经先过来了哈。这里上去阁楼已经不见了，但是能够看到石壁上面的那种方孔。从这里做盯攀系统上去吧。那上面还有神墙，还有一个天生桥。哇，从这里这样布线上去，
完美，开干！我采用了专业的钉攀技术，越过了这个水潭，而且从这个旁边呢是上来了差不多5米的距离，可以看到这个城墙就在我的前方。我们现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进入这个洞口了。好了，继续开干。从这里呢能够看出，这曾经是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的，打的有这种圆形的方孔，那里也有一个，这个对面也有哈。曾经这里修的有一个廊桥，这里有这种小窝窝，看到没？然后洞口就在上方。我现在布一个大 U， 然后让队友他们从这个大 U 过来，他们就没必要踩下面的水潭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开搞。这里明显有人为生活过的痕迹，看到没？老碗哈。然后这个前面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继续前进。哇，前进锤子，这前面有个洞，那边有一个洞，但是这里过不去。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桥，不知道下面这个断崖有多深。我们丢个石头看一下。看啊，投石问路。我的天哪！这里有30-40米高的一个断崖，对面啊，大家看那个对面有城墙，然后那边还有木板，看到没有？黑色的。我的天哪，这怎么进得去呢？有可能这里要做一个点，然后这样布过去。这里过去宽度并不宽，可能也就3米左右，但是这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断崖，这个有点难搞啊。我们等队友上来了之后再来商量方案，因为这里下去非常高，而且岩层不稳。我现在挂好了保护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断崖。哇塞，下面是深不见底，雾气蒙蒙的，做了双套保护的，因为我比较害怕。来看一下这下面，哇塞，这就是一个无底黑洞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豪哥已经将线开过去了。哇，人工起的宝坎，这里还有一个阴沉木，应该是曾经做这个木桥的木料。这个下面有个碗底，还是速配。向阳也随着这个安全系统过来了，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条走道，它应该是通到了这个洞道的上层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这里非常的潮湿啊，应该是不适合人类居住。这个上面做的有这种堡垒，刚刚从这边下来了。袍哥在那个里面探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青花瓷碎片，看到没？这里有一个断桥，能看到外面的光景啊。曾经这里应该是一个哨台，这里爬上去应该是一个睡觉的地方，因为这个上面相对来说要干燥一点，也只能说是相对来说。现在我们脚下踩的呢，就是一个平台。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现在就是去那个小路啊，这里。对呀、一条小路这样过来，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台子。现在还有煤炭，看到没？这里有个灶台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灶有点意思啊，看到没？它好像外面有个铁桶还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。哦，不是，这是一个土篓子。这里有个炉子啊，有个炉子，这种非常的少见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哇塞，人躲在这里躲土匪，我的天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哇塞，从这里看出去风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非常潮湿啊。黄山哥在下面过大油哈，这个裂缝。好，我们参观完了这边呢，再去那边的大洞道去看一下。大家不要以为进这种寨子就是为了寻宝啊！你说这有什么保障吗？这根本就是没宝的哈！哇，活宝！哼，这里有个活宝。因为这个寨子啊，它要么就是土匪寨，要么就是防啊土匪的这种寨子。他走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光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，只是说他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一些遗迹。不要以为说进这种寨子就是寻宝啊，这啊那的。不可能的哈！
不过这个寨子应该是几百年来，我们算是首次啊进入这个寨子。这个地上有很多夜明砂，夜明砂呢就是蝙蝠的粪便。应该到了晚上啊，这里有很多蝙蝠在这里栖息。我们随着这个悬崖走道一直深入。向阳呢就过到了这个大洞厅，这里面有一个小水井啊，小水井。哇，这里还有2层洞道，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洞墙大了很，洞墙很大，上去探索一下。什么？上面还有很大洞墙看，上不去了。有没有人为遗迹？我撞过这个。哇，大树井。这个也过不去了吧？上不去了吧？这里上得去。啊？这里上得去。这个可以上去，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洞啊？但是风景很漂亮。哇，好震撼啊！这个。这里有水下来吗？对。哇，这里好震撼，要垮了，我操！看好全哦。但是这个被水溶蚀出来的应该非常结实，可以看到这旁边全是水冲石。我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，这应该是水溶型的，我感觉。我们从这里上来了，大家觉得这个是冲蚀型的，还是水溶型的，还是塌陷型的？我感觉这个是被水溶蚀出来的。大家看这里有个水潭，哇，这个钙化石好漂亮。再看这边，这个上面没有洞道了，因为袍哥在那边发现了这个新鲜的树叶，所以我从这里爬上来了。现在牛郎织女了吧？对啊，看到这里是断崖，这个树叶从哪儿来的？我从下面啊，徒手上来了啊。这个树叶从哪儿来的？我现在去查看一下，看这里是不是有别的出口，或者说是一个天坑的底部。我们继续前进。我以为这边有洞道，实际上并没有啊。这个下面有一个台子。再看这边，哦，这里也有树叶，看到没？哦，那个上面有个洞道，应该那里是连通了地下暗河。哇塞！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从这里冲下来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刘家大坑里面啊，它是有几股山泉水的汇入。这里面还发现了地下暗河，但是我们是从它的出口啊往上面探的，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这种。我们几个人全部过来了，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个树井是如何形成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刘家大坑寨啊，全部探明了，这里面搞不懂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刘家大坑寨子里面撤出来了，在里面呢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传说的什么锅碗瓢盆啊这些东西啊，但是在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宝坎，没看到刘元卫一家40多口啊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，有可能他们是在当地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撤走了，所以里面是空空如也。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树井呢，确实是特别的震撼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爬这个150多米的绳子，准备出这个刘家大坑了。也希望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啊，能够给一个小心心，探索不易，且看且珍惜啊。好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。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悬崖峭壁洞穴惊现神秘古石墙，洞口离地10几层楼，又是如何进出？当地老人直言，100年来无人进得其中。此处是神仙所见，还是土匪老巢？洞口的七星桩是否就是入寨机关？带着种种疑问，我们决定使用专业盯攀技术，进寨拍摄影像资料。各位看官，请勿模仿。从这里看上去，地大概是50多米的距离。上面下来呢是100多米的距离，由于是负角度啊，我们只能采用盯攀技术对其一探究竟。这时候我们准备装备，马上开干。豪哥是作为副先锋，户外向阳呢是主先锋啊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挂好了保护，正在一步一步的向这个芭蕉洞逼近，感觉芭蕉洞在瑟瑟发抖啊。
是都是人，是挨着最贵的，最贵的，这些全部是肥毛吧？哇，这个下面全部放满了呀！现在哎呦，是土肥哈。哦呦，历经3个多小时的盯拍呢，现在呢，豪哥啊已经快抵达洞口了。据说这个下面呢是当时啊是个万人，也是一个万人洞。好了，我们开搞。豪哥和向阳已经把线开进了芭蕉洞，我现在准备上身，要负重啊，负重50-60斤，带2个包。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，这是专业的装备保护。现在我挂到了保护站上面，2个大包也被我驮上来了。我们看这个上面呢，就这里是插在这个石头里面的，这个外面呢就是用这个竹篾给它绑到这个葡萄藤上面的，太潦草了。但是从这个潦草的工艺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人啊，哇塞，搞点事情多么不容易啊！然后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，直接几下就上来了，而且非常的安全。他们当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，然后就征服了这样一个洞穴。在这里着重强调一下，我这是3道保护啊，非常安全的操作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，一定不要模仿。好了，继续开干。咱们终于是抵达了这个寨门的入口，可以看到就在这根巨大的野生葡萄树的后面。哇，看这根树好粗啊，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粗的野生葡萄藤了。这后面有个寨门我的队友他们都到前面去了，火妹在我后面。好，咱们继续上升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，再次强调。从这里爬上来了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口呢有2个门柱孔，这应该是有一个是先搞了之后位置不合适，然后又打了一个。这个上面呢也有对应的这个门杠子啊，这边有这个门栓孔，这个建造还是比较合理的哈。这是它的主门，我本来用无人机看到它是有2道石门，实际上并不是的啊。这边呢是它的排水孔，因为这个洞它是一个半山腰的出水洞，可以看到在那个里面它是有水出来的哈，所以呢它这个旁边呢它是做了一道暗渠，这个上面用这个石板把这个盖住了，所以极大可能的利用了这个仅有的空间。可以看到这个地上非常的讲究啊，跟我们以往探过的一些寨子都不一样啊。以往探过的是一些土匪寨，这个是夺土匪的，所以里面呢它是经常要住人的哈，所以这个地上呢用这个石板啊给铺设了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呢有一道非常坚固的堡垒，我们到这个前面去看一下。这里应该是一个瞭望孔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射击孔啊，也是外面小里面大，可以趴在这里。这还有一个孔啊，这里应该是做的有一个木板子啊，可以躺在这里睡觉，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啊。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因为下面是悬崖。好了，我们这时候话不多说，直接往洞道深处前进。这个洞口这里啊，并没有发现什么人为建筑，包括那个老爷爷说的5间房子都没有看到，不知道这个洞道深处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咱们继续深入啊，边看边聊。这个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有讲究啊，做的干湿分离。可以看到这右边是干的啊，旁边呢有一道护城河，它将水流呢逼到了这个寨子的一边去了，所以这边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干燥的区域。这是它的第2平台，但是由于这年久失修啊，这个沟渠呢给冲垮了，看到没？这个水可能在涨水的时候啊，它是从这里直接冲出去了，所以这个上面的石块呢已经被冲毁了。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，这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石灰岩洞穴系统。什么？应该是老鹰抓进来的哈。有鸟蛋，这里有个天生石桥，我们人可以从下面走。据说这个洞道是非常的深，有几公里深啊，前面有水潭。走，咱们继续前进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呢？现在队友他们都到前面去了，我跟火妹在后面收尾。哇，这是一只红点齿蟾，
红点齿蝉在那里面去了哈，看到没？红点齿蝉的成体，比如说这个洞呢，它可能是连通的地下暗河，里面非常的潮湿，这个跟外面不一样。我们从岩壁上面的水冲石来看啊，这条暗河形成的年代真的是非常久远了，最少也有1000万年了。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探过的这种防卫寨啊最深邃的一个洞道了。哇，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干净的水源。哇，火妹儿，你看这个，漂亮，好漂亮吧？湛蓝湛蓝的。这个里面没有红点齿蝉的幼体，不知道那个成体是怎么长的。我们现在从这个侧面给迂回过去。我刚刚还没发现，陈庆这里应该是做了一个石板啊，把这里给箍起来了，这里形成了一个水坝，然后他们想要多少水就放多少水。哇塞，这个做的挺奇妙的哈。咱们继续深入，前面应该有更震撼的风景。在前面的洞道又变成了干洞道，它只是时不时的有这样一个小水潭，而且这里有人工修砌的台阶，这有一些非常远古的云盆，但是现在干涸了。哇，好大的洞腔，上面还有钟乳石旗、钟乳石幔，包括那个洞壁顶上的那些黄色的霉菌，看起来像满天星辰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面就是一个水洞啊，但是现在干涸了，从这个泥巴上面走了，感觉还挺软和啊。雾蒙蒙的，感觉这个雾气啊，又为这个芭蕉洞呢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在右手边有这样一个裂缝，哇，上面是个竖井，这应该又是一道地下暗河的过经处。哇，好滑好滑，这个真的很滑，基本上就是站不稳。这里什么情况？没动了，看这洞已经看到了。我的天，那边有一个竖井呐，被堵死了。这里明显是个小水坑洞。哪个可以过去不？小水坑那么窄，进不去，只有1拃多宽的缝缝啊。孙悟空嘛，我祖传的孙悟空说不了这么小呀。它这里有个瓦片，你这个罐子碎捞起片，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甲骨文。全部是淤泥哦，淤泥哦。看不到原来的这个曾经的人为建筑应该是这样的。沙泥岩。哦，曾经的这个人为建筑应该是淹没到了这个泥土之下。遗憾喽，遗憾喽，那个老严喽，遗憾恼火。这个上面啊被堵得非常的严实。黄三哥在前面有没有发现洞道？我在那里拍到了，然后我用这个手机支架伸出去拍的时候，里面确实有洞道，但是由于这个塌方呢过不去了。过不去啊？老大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这上面有什么好看的没？有啊。去看一下吗？三哥，回来，这上面有洞道。怎么从你那边来？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遗憾了，我们盯攀了这么久，爬上来，居然是这种景象。这个上面全部坍塌了，密不透风，可以说是。下面还有地下暗河，这个地下暗河也是进不去的，它就是这个小水洞啊，仅存的一潭死水。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洞道，本来从这个洞穴系统啊可以看出，这个洞道应该还是非常的深，但是由于这里地质的变化，这个前面的洞道了发生了堵塞，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。那个下面还有一个铡刀，看到没？这极有可能有另外的出口，这个是当地的村民有可能留下的生活垃圾。哇塞，这是遗憾的老火哟！遗憾，
为什么说这个洞经常会冒水出去啊？有可能就是这个小水洞发生了堵塞，由于这个上面的石块啊冲到这个小水洞里面发生了堵塞，然后这个水呢就漫起来，最后外面的那个小水洞消不赢的话，它就会漫出去，就会从那个再洞口啊冲出去。哎，哇，那是谁？这里面有风的。凤下不去了吧？这下面有个缝缝，但是感觉挺大的。你过来看一下。我不过去了，挤不下去。看我们这些队友，一个一个的垂头丧气。看我们身上的家伙这么齐备，准备干大事的。结果开线5小时，没有了。你开线5小时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什么都不敢想，没有感想。非常遗憾的老虎。发现了麦田怪圈。麦田怪圈都整出来，麦田怪圈是在麦田里面吗？对，这是麦田怪圈。遗憾的老虎，它在到处乱编。这时候我们回到了主洞口，从黄山哥这个后面准备锁降下去。好了，就来了。这个芭蕉洞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验证传说的又一次失望。打了那个。这里面说的5间房也没看到。那边打哪儿去就？对啊，做了越阶的嘛。我们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停盘呢，然后探索了10分钟，就把这个芭蕉洞给全部探明了。在里面发现了这个干湿分离的大厅，形成了一个2层平台。在里面呢，又遇到了地下暗河，然后又遇到了那个竖井坍塌，然后又以为有2层洞道啊，结果上面又遇到了一条菜花蛇。所以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。虽然说在里面没有发现老人说的那个大房子啊，这个大地主啊，郭汉之的房屋建筑，但是啊，由于这时过境迁呢，碰到了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次探索旅程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揭秘更多的奇闻异事。好了，准备下降，拜拜。